大家好啊，我是 Jenny。之前带大家走过桂林和杨树的山水，在水月洞的石刻前，我们联想到了中国的石窟文化。这不，现在就带大家来到了甘肃敦煌，咱们呀去莫高窟瞅瞅。来敦煌可以从任意一个大城市直接飞到敦煌机场降落，落地后在机场门口打车到市区就可以找到酒店入住啦。敦煌市区距离景点都是比较远的，所以推荐大家打车哦，或者包一辆车也可以。在中国，去各大景点游玩之前，都需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景点门票。有些景点不预约是没有办法当天进入的哦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先带大家来到敦煌市区，感受敦煌的人文魅力。敦煌的历史古老久远，敦煌一词在中国的古籍记载解释为敦，大也，煌，盛也，表示盛大辉煌的意思。历史上的敦煌曾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要道，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，在中华历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。正因为它历史悠久，所以在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痕迹和景点。同时，敦煌在历史长河中也接收了许多外邦文化，尤其是佛教文化，从而这里形成了独有的以佛教文化为载体的莫高窟。在这里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与中国江南和北方完全不同的文化魅力。敦煌第一站，我们来到敦煌博物馆。都说认识一座城，先从博物馆开始。在领略大漠风光、光岩石窟壁画之前，我们先看看浓缩版的敦煌文化。敦煌博物馆不需要购买门票，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预约进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星期一，博物馆是关闭的，不开放，所以大家要避开周一的时候来才可以哦。从市区打车就能直接到博物馆啦。在进入博物馆展厅之前，我们先在门口租一个讲解器。现在基本所有博物馆门口都会有租赁讲解器，因为这样可以让大部分人了解博物馆里面的物品和文化。敦煌博物馆内一共有5个展厅。第一个展厅通过大量的版图配合出土文物，展示了两汉时期敦煌丝绸之路的繁盛。第二个展厅呢，有许多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继续发展繁荣文化的物品，比如说鸡手灶、铜奴机、陶仓等。第三个展厅展出的则是出土的料珠、围棋、玉器、陶器等物品，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繁盛。第四个展厅展示的则是敦煌在五代以及元、宋、明时期的发展变迁，展示着西夏历史文化。而第5个展厅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展厅，是通过文物和图片展示了清王朝开发敦煌的过程以及藏经洞的发现。走过这5个展厅，就好像走过了敦煌的历史，从繁盛到动荡变迁，再到最后的平静。它让我们从宏观的视角去了解了敦煌的历史和发展，明白了那些辉煌背后承载的文化。看完它，相信我们再去莫高窟一定会更加了解莫高窟内的故事和历史。下一期我们就去揭秘敦煌莫高窟内的历史和文化。我们下一期见啦！